上周，受邀参加了一个朋友老张的家庭聚会。老张是我认识多年的商业伙伴，在外面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角色。按理说，事业如此成功，家庭生活应该无比幸福。但那顿饭，我吃得如坐针毡。起因是一盘糖醋排骨，阿姨烧的火候烧过，有点粘锅。老张的妻子刚把菜端上桌，老张就皱起了眉头，怎么又烧糊了？跟你说过多少次，糖要后放，火要调小，你就是不听。他妻子脸上掠过一丝尴尬，辩解道：今天想着给你多炖一会儿，入味，没注意火。理由？你总是有理由。老张打断他，像在主持一场产品复盘会，做任何事都要有 SOP 标准作业程序，做饭也一样，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要承认，然后改进，而不是找借口。他上高中的儿子看不下去了，嘀咕了一句：爸妈辛苦做饭，您就别挑理了。这句话点燃了老张，我这是挑理吗？我这是在传递一种严谨的做事态度。你以为学习是小事，做饭是小事？所有大事的成功，都是由无数个正确的小事堆积起来的。你这个态度，以后怎么在社会上立足？一场家庭战争一触即发，妻子委屈地红了眼眶，儿子则把头埋进了碗里，用沉默对抗。一顿本该其乐融融的晚餐，弥漫着一股道理的焦糊味，比那盘排骨更让人难以下咽。老张赢了，他用无懈可击的逻辑证明了妻子的错，纠正了儿子的态度。他像个常胜将军，捍卫了自己在家里的绝对权威和正确性。但他输了，输掉了妻子的笑脸，输掉了儿子的亲近，输掉了本该属于家的那份最重要的东西——温度。那一刻，我脑海里冒出一个词：低端家庭。这个低端与金钱、地位、学识无关，它是一种家庭内部的能量状态，一种成员间的相处模式。在这样的家庭里，每个人都像一只随时准备战斗的刺猬，把讲道理当成最高原则，把我没错看作最后底线。他们个个都是将种，用言语的胜利换取关系的满盘皆输。为什么家里总有人热衷于当常胜将军？我们总以为家是爱的港湾，但对很多人来说，家是他们唯一的战场，也是他们唯一有机会赢的地方。在老张家，他为什么对一盘菜如此执着？因为这盘菜的对错象征着他在这个家里的权力地位。他习惯了在公司发号施令，习惯了用正确来统领团队。回到家，他无意识地延续了这套模式。当妻子没有按照他的 SOP 做菜时，他感受到的不是口味的差异，而是权威的挑战。他必须马上纠正，以证明我的标准才是这个家的标准。同理，当儿子反驳他时，他看到的不是亲子间的平等交流，而是等级秩序的颠覆。在很多家庭里，道理就是权杖，谁掌握了讲道理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定义家庭规则的权利。丈夫觉得我挣钱多，所以我的决策就是道理。妻子认为我管家带娃，所以我的辛苦就是道理。父母觉得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多，所以我的经验就是道理。当每个人都想当家里的老大，这个家就成了一个压抑的权力场，没有爱，只有输赢。
更有甚者，一些人在外部世界里，恰恰是那个输家。他们在工作中唯唯诺诺，在社会上感受不到尊重，家就成了他们刷存在感、寻求价值认同的唯一场所。我认识一个远房亲戚，在单位里是出了名的老好人，谁都能使唤他，可一回到家，他就变成了暴君，嫌妻子菜咸了，骂孩子成绩差了，抱怨岳父母又来添麻烦了。他说的那些道理，句句都像刀子，把家人扎得遍体鳞伤。他真的是在追求什么家庭的正确吗？不是，他只是在发泄他在外面憋了一天的怨气，通过打压家人来获得一丝虚假的掌控感，通过证明你们都错了，只有我对，来填补他那颗干瘪的、严重缺乏价值感的内心。这种行为模式，心理学上称之为补偿心理。当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感到匮乏时，会不自觉地在另一个领域过度索取，这很可悲。但更可怕的是，他把最亲的人当成了满足自己心理需求的工具。当然，并非所有犟种都是权欲熏心或内心匮乏，还有一种更普遍也更隐蔽的情况，他们真心觉得我是在为你好。就像老张，他打心底里认为教妻子做菜的 SOP 是在帮助他成长，教育儿子的态度是在为他的未来负责。他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在表达着他的爱与关心。美国婚姻家庭专家盖瑞·查普曼博士在《爱的5种语言》一书中提到，人们表达和接受爱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人需要肯定的言辞，有人需要精心的时刻，有人需要服务的行动。而很多家庭的悲剧在于，一方拼命在用讲道理这种语言输出爱，而另一方需要的却是共情和接纳。你以为你在传授屠龙之技，对方感受到的却是你不行，你真笨，你需要被我改造。这种爱的错配，是家庭矛盾中最令人惋惜的。出发点是爱，落脚点却是伤害。日积月累，那个曾经充满爱意的家，就只剩下了一地鸡毛的道理和辩驳。高品质家庭的秘密，把嘴放软，把日子过硬。那么，一个真正高品质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我想起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王叔。王叔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但他们家的氛围是我见过最舒服的。有一次去他家做客，王叔的妻子兴致勃勃地展示他新买的一台破壁机，说以后每天要给我们榨果汁喝。王叔笑着鼓掌说太好了，一边帮着拆箱清洗。我私下跟王叔开玩笑，你家不是已经有榨汁机了吗？又买，不浪费钱。王叔给我递了根烟，笑了，嗨，他高兴就好。那台老的，声音大，他说吵；这台新的，他说静音。其实我听着都差不多，但你看他那个开心的样子，像个孩子一样。几百块钱买他一个星期的好心情，这笔投资多值啊！又有一次，他们计划全家旅行，妻子想去三亚看海，上大学的女儿想去重庆吃火锅，而王叔自己其实最想回山东老家，看看他那些老战友。家庭会议上，妻子和女儿争执不下，王叔听完，清了清嗓子，说：“我宣布，本次旅行目的地重庆。理由一，女儿学习压力大，
需要用美食解压。理由二，去三亚的机票太贵，咱们把钱省下来，到重庆可以吃得更好。至于我，等你们开学了，我自己回老家，时间更自由。妻子一听，觉得有道理，女儿更是欢呼雀跃。一场潜在的争吵消弭于无形。后来我问他，王叔，你老这么让着他们，不觉得委屈吗？王叔的一番话，我记了很多年。他说，兄弟，家是用来过日子的，不是用来比赛的。在外面，咱们跟人争项目，争市场，那是为了生存。回到家，你跟老婆孩子争个你对我错，赢了能咋样？能升职还是能加薪？啥都不能。但你输了，输的是一家人的和气，是孩子对你的尊重，是老婆对你的爱。这买卖亏大了。他接着说，所谓高品质家庭，不是说没矛盾，而是懂得矛盾来了，谁先认怂？这个怂，不是窝囊，是智慧，是我把你看得比道理重要，我把我们的关系看得比我的面子重要。今天我让他一步，明天他体谅我一分，这日子不就越过越硬气了吗？醍醐灌顶。王叔经营家庭的智慧可以总结为2个核心。第一，储蓄情绪价值账户。心理学认为，每段关系都有一个情绪价值账户，每一次的理解、支持、赞美、妥协，都是在往里存款；每一次的指责、争吵、否定、抬杠，都是在取款。当账户余额充足时，关系就稳固而愉悦；当账户被透支时，关系就岌岌可危。王叔买破壁机，支持去重庆，都是在为这个家庭账户做大额储蓄。所以，当他偶尔需要取款时，比如想一个人回老家，家人会毫不犹豫地批准，甚至会主动为他存入更多。比如妻子会提前为他准备好家乡特产，让他带给战友，而老张家则是在不断的透支，每一次为道理而战，都是一次无情的取款，直到账户清零，感情破产。第二，信奉关系大于对错，这是家庭相处的黄金法则。当冲突发生时，高品质家庭的成员会下意识地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对错重要，还是我们重要？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沟通的走向。如果选择前者，那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辩论和相互指责；如果选择后者，那就会主动放下自己的正确，去倾听和理解对方的感受与需求。言语上的胜利，往往是关系上的溃败。一个总想在家里当法官的人，最终会沦为孤家寡人。如何跳出道理癌的怪圈？家庭和谐3步 SOP， 道理都懂，但做起来难。多年的习惯，让我们在冲突面前，总是不自觉地亮出武器。那么，有没有一套简单可行的方法，能帮助我们刻意练习，逐步改变呢？结合我自己的反思和像王叔那样的智者请教，我总结了一套家庭和谐3步 SOP， 分享给你。第一步，暂停 pause， 给情绪踩下刹车。当你感觉到战火即将点燃，对方的话让你血往上涌，你脑子里已经组织好100句反驳时，停下来，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做，给自己一个5秒钟的物理暂停。你可以深呼吸，可以喝口水，
可以离开房间去趟洗手间。这个短暂的断点，是为了让你从杏仁核主导的应激反应模式，切换到前额叶皮质主导的理性思考模式。然后，在心里问自己那个黄金问题：我接下来的目标，是想证明我对你错，还是想解决问题，维护我们的关系？这个暂停，是走出恶性循环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第二步，翻译 translate， 听懂对方的潜台词。绝大多数家庭争吵，表面的道理之下，都隐藏着未被满足的需求和未被看见的情绪。一个高情商的家人，要学会当一名翻译官。当妻子抱怨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当这个家是旅馆吗？翻译，我今天很累，一个人带孩子做家务，我感到很孤独，我需要你的陪伴和分担。当丈夫指责你就知道乱花钱，这个月又超支了。翻译，我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感到焦虑，我需要安全感和我们共同的规划。当孩子吼道你们根本不理解我，别管我。翻译，我感觉我的想法和感受不被尊重，我很渴望被你们看见和理解，我需要自己的空间。不要去反驳那些带刺的表层语言，而是要去拥抱那个柔软的内在需求。当你能翻译出对方的潜台词，你的回应就会从你凭什么指责我变成你今天是不是很累、很焦虑、很委屈。一旦沟通的焦点从事实转向感受，坚冰就开始融化。第三步，确认 confirm， 用我句式表达，用你句式共情。翻译之后，需要进行确认，完成沟通的闭环。首先，用你的句式去共情对方的感受。我听起来，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因为你辛苦做了一桌菜，我不仅没有感谢，还在挑剔。回应老张的妻子，你是不是感到很担心？觉得我花钱没有计划，让你对我们的未来感到不安。回应抱怨超支的丈夫，然后用我的句式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而不是指责。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我希望我们能养成更严谨的习惯，这可能让我的语气听起来像在下命令。对不起，老张可以这样说，我感到有些压力，因为我希望我们能一起为未来多存点钱。我们能不能一起看看下个月的开支可以怎么调整？丈夫可以这样说，这个 SOP 本质上就是非暴力沟通的家庭版简化。他把沟通从一场权力斗争变成了一次携手解决问题的合作。它很难，需要我们放下积习已久的自负和防备，但只要你开始尝试，哪怕只有一次，你都会感受到它带来的巨大改变。写到这里，我想起龙应台写给儿子安德烈的一段话，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亲密关系的本质是缘分，是陪伴。我们与家人相聚的每一天都在倒数，如此有限的时光，为什么要浪费在无谓的对错之争上呢？生活已经够难了，我们要在外面应对 KPI 的压力、人际的复杂和世界的不确定性。家是我们最后的退路和能量补给站，我们不能再把它变成第二个战场，一个需要我们时刻紧绷神经、唇枪舌剑的地方。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不是坐北朝南，
不是豪华装修，而是家庭成员的嘴上留情，心里包容。少一点我对你错，多一点我懂你意。少一点凭什么我让你，多一点没关系我来吧。从今天起，试着去做那个在家里认怂的人吧。你会发现，你输掉的只是一时无谓的口舌之快，而你赢回的是一个人的温柔，一个家的和睦，和一段更高品质的人生。再说，家不是用来争的，是用来爱的。